盛于汉唐，因产于蜀地而得名。唐时，权贵豪绅皆好着蜀锦，军中更可以锦代饷。蜀锦一时价格飞涨，寸锦寸金。我阿耶是益州城最惊艳才绝的锦王，因为他染出了蜀地最美的红。他钻研各种染料，研磨搭配，每一步都要轻微。他说，将熟丝在浣花溪里换洗，才能染出鲜亮的颜色。那是我见过最美的红丝，张扬热烈，流光溢彩。阿耶叫它蜀红丝，只是蜀红太美，美得怀璧其罪。季归南，你好大胆子，竟敢以次充好，拿赝品充当贡锦！刘警官，当日是你我一同合验，每口枪子我都亲自验看过，绝无可能有假。如今交与都运官，仅在驿馆放了一夜，变成了赝品，这其中定有蹊跷。大胆！难道是都运官偷了你的贡锦不成？来人！是，给我拿下！慢！你的官职还没有拿人下狱的权利。我要面见4时，自证。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就地正法。是。季归南，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已被都运官就地正法。将季家所有的财物一律充公，给我搜！是。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，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，它会咬死老虎的。找到蜀红锦衣一件，应该是宫中赏赐。那是我的，是阿爷留给我的。放开！快松手！爷爷，快松手！阿爷说过，锦没了可以再吃，人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让你放开！莹莹。
你不能去！哎，秀媛，你不能去！阿姨，求你救救季家！哎呀，孩子在这，你懂什么呀？求你了！俺要回家，俺要回家。这里虽然有些残破，但是我能找到最好的房子了。赵二郎君有心了，这钱，季家会尽快还给你的。钱什么时候还都来得及的。您和英英与阿兄喜逢大赦，一切都从新开始，日后定是一日好过一日。借赵二郎君吉言。夫君，我们回家了。阿爷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和阿兄会听阿娘的话的。季夫人，既然回来了，还请出来一见。季夫人，那咱们的债是不是可以清一清了？诸位，这个钱，季家一定会还的，只是如今家产被抄，现在身无分文，还请诸位掌柜再宽限些时日。我倒是替夫人想了一个好法子，我已然与诸位掌柜说好了，只要夫人肯将蜀红丝的配方交给刘某，咱们的债一笔勾销，其他掌柜的账我替夫人还了。我阿爷获罪，家里也被抄了个精光，不曾留下蜀红丝配方。我阿爷在世时待诸位伯伯不薄，诸位伯伯这样咄咄逼人，传出去不怕坏了名声吗？名声能顶饭吃吗？要么还钱，要么交出蜀红丝配方。赵修远愿以身作保，不知诸位可否宽限些时日？咱们是跟姓季的讨债，一个外人插什么嘴？二郎君，既然是还不起，那不如卖身抵债吧。带走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放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住手！阿娘，阿娘，你们住手！既然你们不肯给季家活路，那今天咱们就都别活了！让父老乡亲们看看，你们是怎么欺负孤儿寡母的！看日后谁还敢跟你们做生意！就是啊。好，今天我就退一步。这笔钱，就算是咱们借给你们的，利息就算5分。从今年开始，每年都得还利。若是晚了1天，哼，别怪我们告上官府，让你们季家以身抵债。走。阿娘，你没事吧？阿娘，阿娘没事，阿娘没事，你们没受伤吧？没有，没有，阿娘，没有，那就好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阿娘，我扶你回屋歇息吧。好。
料峭寒雪尽，娥皇始迎春。莺莺，愿你尽遣霉运，从新开始。家里来了，快跑！快，搜摊！这花甲要洗就不洗别人洗，太霸道了！这大点哭手不行。小娘，帮我把那个收了，快！我去拖住他们。拜托了，莺莺，太感谢了。快点。哟，花郎君，您怎么来了？这艳阳高照的，你要是晒黑了，可就不俊逸喽。我来看看有没有哪个不长眼的到我花家的地界偷着洗丝。哎呦，您这么热呀？你说说你折腾来这儿干什么？大热天的，大热天的干什么你？啊！哎呦！今日我接家交货，花郎君怎么不去看看呀？看什么看啊？这生意上的事儿，都由我英明非凡的夫人都会处理妥当的。也是哈，你们家都是夫人说了算。哎，我基于你存心给我作对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我去不是给您打伞吗？自然是您到哪边我就到哪边呀。我在哪边，你就在哪边是吧？拿着吧，让。算你们这帮小兔崽子跑得快！要是以后谁还白天到这儿来偷着洗丝，我打断他的狗腿！就是。哎，金英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路过，有事先走了，您让一下啊。好。是颜金应马，良驹配美人，春色正好，可有小娘子愿与爷同乘呢？小子，爷这个姐姐娘，差点摔着爷。这位小娘子很是俊俏，爷带你进城游玩一番啊！我爹，流氓，快跑！爷爷，快！他们调戏小娘子。敢来三道堰欺负小娘子，我看你是打老虎脱裤子，又不要脸又不要命啊！就是，你说谁的脸是病的？
你知不知道爷是谁？怎么跟爷说话的？爷告诉你，打你就打你，我打你之前还查一下你家家谱啊！打他！杨老三，爷好心带你看漂亮娘子，你踹爷干嘛？你若再敢动我的马，我就把你种在这水里。爷不就亲一下马吗？你，对了，他们还打你的马了。那个粉衣服那个小娘子，她是头。打不着。是你呢？多谢郎君为我实话。我若没来得及时，他霍便就死在这儿了。对，是他调戏小娘子在前，我若没及时拦住，他霍便入牢狱了。这么说，他确实该打。不是杨老三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？可是，你们却打了我的马。对呀，对不住啊，我们打的时候他也没说是你的马呀。你说这马竟不会说人话，他但凡说一句是你的马，我们也不会打他。就是。你干什么？小娘子伶牙俐齿，倒好好教教我这马儿怎么说人话。放下来了！我不会教马说人话，但是我会教人说人话。这人会悬崖勒马，马可不会控制自己。下次打人的时候离马远一点，我不是每次都能来得这么及时。下次，那要看马上的人做不做人事了。就是。咬他！生我所欲也，义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咱家今日只有这个了，你且将就2日吧。君子食无求饱，国魁，你虽然是狗，但是做狗也要有做狗的规矩，要做狗中君子，不能太重口腹之欲的。再挑食，我打断你狗腿！吃。平英，今天脾气怎么这么大呀？你又跟谁吵架了？没，就打了一架。啊？和谁啊？我不知道。我看那衣裳还挺富贵的，但是他不知道我是谁。阿兄，咱们说好了，老规矩，不找上门就是无事发生，找上门就带阿娘出去走走。郎君，儿子，那花场回来了。阿兄，我怕我去会会。哎，我先去拖着他，给我。花掌柜，你上次订的丝都在这儿了，点个数吧。颜色也不鲜亮，光泽也暗淡，摸起来也有些毛躁。花掌柜，你再仔细瞧瞧，这可是剑南道最好的桑蚕丝，铅度均匀，光泽柔和，颜色要比市面上鲜亮许多啊。季大郎君，我与你说实话吧，如今营生不景气，益州城几个织锦大户又一直在压价，再这么下去，怕是我都没有钱收你们的丝了。人无信不立，我们既然立了契，就该按规矩办事。这是你季郎君的规矩，我的规矩，若要卖，就按5折算，不卖就算了。
这单我按原价赔给你们，但日后你们季家就别来我这儿分订单了。华掌柜，家中情况你也知道，每年还要还你利息，我阿娘又病着，这吃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。要不这样吧，如你家急需用钱，我借你20贯。我们本就欠着你的债，若是再借，这何年何月才能还得上啊？阿兄，花掌柜与你开玩笑呢，他不会再借钱给我们了。花掌柜，为何不会？阿兄细想，咱家本就欠着花家50贯，若再借20贯，即便只算3分利，这利滚利的比咱家1年的利润都多。这要是还不上，我们全家都得卖身花家为奴。但是花掌柜宅心仁厚，人美心善，他定不会让咱们卖身的，自然就不会借钱给咱了，对不对，花掌柜？那好，既然季家不缺钱，这单就按4折算吧。花掌柜，好啊，那就请花掌柜重新拟定订单，里面请。花掌柜，笔和纸已经准备好了，您写吧。齐英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来人呐，外面来！我们家这狗就听不得人大声说话，您声儿越大，它下嘴越快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这属于蓄意伤人，是要坐牢的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这是属于蓄意伤人，是要坐牢的。他说牢里的饭比家里的好吃，你个狗东西！他愿意去牢里。你要怎么样才能让他出去？您知道啊，5折。陶渊明说得好，不为5折者有，那是5斗米。你读过书吗？6折，最多只能6折。他说6折还不够他买肉吃，他还是想去牢里。那7折，最多只能7折了。怎么说呢？成交，劳您画押。哎呀，承蒙惠顾，锅盔送客。艳阳，我知道花掌柜是为了让咱们家利滚利，一辈子给他当奴隶使。可你今日如此对他，若是来日他不收咱们家私了，可如何是好啊？咱家私染的好，便是7折他也不亏。他生气归生气，但他是个商人，利益是第一位的。可阿爷说过，以德服人，生意才能长久。阿爷也说过，只与讲道理的人讲道理。阿兄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死的归你管，活的归我管。好。哎，戚夫人，听闻您女儿今日在浣花溪畔与人打起来了。婷儿，去把我的竹棍拿过来。阿娘，快去！自求多福。季妍妍，给我站住！阿娘，他又不是哑巴，不需要你替他辩解。娘，我真的错了，要不你打我一顿？郎中都说了，您的身子……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行事无状，一味与人争强斗狠，只会坏了自己的名声。你说说你，哪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？季莺莺，阿娘，我饿了，我肚子都叫了，我饿死了。我也知道错了，你就饶了我吧。行了，给你坐那儿吃吧。
我就知道阿娘最疼我了。嘿嘿。哇！我在想哈，这个花掌柜从8年前便开始收集我们的欠条，直到今日成为我们唯一的债主。我觉得他竟是另有所图。你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？这些事儿就让你阿兄去操心就好了。如今你已经长大了，不能再跟以前一样。更何况你和赵家的二郎君还有婚约在。这些年赵二郎君对我们家不薄，你不能让人家为难。阿兄都还没成婚，我不急。长者赐，不可辞。婷儿，不还清债务，重振我季家门楣，我绝不成家。有志气。哎，有拙劲，不可辞。好了，金莹，你说说，今天你到底跟谁打架了？阿娘，其实我今天真的没有打架，其实是因为我们浣花染坊和韵霞染坊，还有别的好多家染坊吧，有一些那个，就是，哎呀，这个我也跟你说不清楚。哎呦，郭辉还没吃饭呢，我得给他送点饭吃。金英，乖乖，你，算了，乖乖。这孩子，婷儿，你知不知道他跟谁打架了？我不知道啊。那明天赶紧去打听打听啊，然后好生去人家给人赔个不是。阿娘，银英虽不娴静，可也从不会主动惹事。我看这件事还是对错又有何相干？他不明白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明白。天理昭昭，我早就不奢求了，我只盼着你们兄妹俩能够一生平安顺遂。知道了，阿娘，别气了，吃饭吧，我明天就去。但是杨老三，有一件事儿，爷对不起你。你说你好不容易给爷交代个任务，让爷照看你的师傅，还让爷照看没了。这益州城就废警官，这死了3个了。你说这当什么不好，非要当着警官？我都他可有什么话让你带给我的？哎，有一句话，他说让我再见着你的时候，好好告诉你。这便是你在益州最好的朋友，他好在哪儿啊？好的向来信我。那沈警官对他可有留有什么话呀？我有必要向你汇报吗？是属下僭越了。不知杨警官明日有何安排？是回杨家还是？去见一个朋友。你在益州还有朋友？送信的人只是说官兵围住了你家，或许有什么误会。怎么又是你？是你，我家里出了急事儿，求你了，送我一程。若是我家能逃过此劫，我定去交你这个朋友。来日好友。叫金义出来！金义出来！娘子，金义，我知道你在家。
这可怎么办呀？这难怪昨日夫人差我去问你与谁打的架，谁也不晓得。原来不是三道堰的，是益州府的国舅。这怎么办呀？偏生夫人和郎君这会儿也不在，出去采买去了。桂叔别怕，我在家呢。娘子，你找什么呢？找个趁手的家伙。开门，开门！爷都要死了呀！哎呀，这一大早这么热闹呀！哟，哎呀，原来是国舅爷大驾光临啊！哼，这都害怕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乖乖跪下给爷磕头认错，爷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你嘛！哎呀，感谢您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大人有大量。可是我这前看右看，左看下看的，也没看到您的身火。你看我这腿、这头，这胳膊，这全都折了。哎，娘子，我爷用力了吗？不知道啊。哎，桂叔，我出血了，破了，我破了！国舅爷，我家娘子可是诚心认错，你这样未免太过分了吧你？你少诬陷人，他分明是自己磕的。我一个未出嫁的小娘子，我如此爱惜自己的容颜，我怎么可能自己毁自己？你少血口喷人！我告诉你，国舅爷没事啊，你怎么比爷还无赖啊？啊！你信不信爷给你抓去了？我头上这个伤明明白白，大家伙都看见了，是不是？是，都看着了。国舅爷身上的伤经得起仵作宴看吗？您要是想去州府衙门，那咱们就去州府衙门。我听说桑长史向来善恶分明，等他回来了，定会给出一个公道。我看看啊，果然是他。这就是你说的朋友，蜀红解盲之女季莺莺。你是真认识，还是为了安排？不管你是为了什么，这种情况下，你不打算帮个忙吗？用不着帮他。你看，那伤是假的，不过反应也都挺真的。你别忘了，你身上还有寻找蜀红寺的黄命。就是这个味道，我之前做过，怎么着都没做出来。你尝尝。属下这是在给您制造契机。哎，杨老三，来的正好，来，你给爷评评理啊！刚才是不是他故意磕在那儿的啊？方才发生的事儿呢，我这双眼睛看的是一清二楚。要我看，僧长史过2日就要从外地回来了，我要是你，就不会惹是生非，你的挨揍。怎么能说我挨揍？你看呀，你们2个，你阿爷看到了会相信谁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能瞒得住别人，瞒不住你阿姨和我。行，你给爷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走，恭送国舅爷。诸位，这人都走了，还嫌热闹没看够啊？要不我把国舅爷叫到你们家门口去看热闹啊？啊！走，回家，桂叔。大叔，方才我不小心摔碎了一只碗，身上钱财未带够，还请大叔替我还个碗钱。啊？大叔若不方便，那我就只好请国舅爷回来替我还这碗钱了。多谢，多谢。季娘子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若不是花家郎君告知14郎，浣花溪边有美景，指得他非要在那边给我接风洗尘，也不会有这番误会。
花家。嗯，一点都不意外。那既是如此，就有劳这位郎君多劝说劝说国舅爷，不要记恨我们三道堰的儿郎。可有什么好处？多做善事会有福报的。这干涸的速度，这颜色，你这头上怕不会是染料吧？欺瞒国舅，胆子可够大的。郎君想要什么好处？我帮了娘子，娘子总该让我进去讨杯水喝吧？成，请。稍等。郎君，水来了。就在这儿喝。季家规矩，进了门先饮水。好。嗯，好了，两清了，请。我还没进去呢。你说要进门，我也让你进了；你说要喝水，我也给你倒了。多谢郎君相助，恕不远送。哎，不是，我帮了你。谢谢。多谢郎君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你把我放外面了！哎，娘子。阿娘，你慢点。站住！阿娘，我没有打架，这次我真没打架。玉英，你受伤了？啊，没有，假的，我一点伤都没受。假的？嘿嘿，你看是不是？怎么，假的我就不骂你了？可是我只有这样才能骗过他们呀，他们都以为这是真的。阿娘，今日桑十四登门都是花掌柜挑唆，即便是桑十四肯罢休，花掌柜他们也不会。阿兄，咱们一定要想个法子对付他。季莺莺，你就不能忍一忍吗？就非要由着自己的性子跟别人对着干是吧？那花掌柜自是欺行霸市，为人不耻，可他为什么全人只盯着咱们季家祸害？阿娘觉得是因为我不肯低头，他们才不放过我们家。阿娘觉得是我错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只希望咱们季家能够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哪怕是受点委屈吃点亏，只要不惹祸事，那就是福气。难道阿娘这么说也有错吗？都听好了，打今日起，浣花溪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，都不允许他这个惹是生非的人来这儿洗丝。花郎君，众所周知，蜀锦染丝唯有在浣花溪中漂洗过，才能色艳有光。
才能称得上真正的蜀锦。浣花溪就是染户的命。我不知道是哪里得罪了您，您要这样毁了我的生路。哎，你没得罪我，你得罪的是国舅爷。浣花溪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，都不允许他这个惹是生非的人来这儿洗丝。花郎君，众所周知，蜀锦染丝唯有在浣花溪中漂洗过，才能色艳有光，才能称得上真正的蜀锦。浣花溪就是染户的命。我不知道是哪里得罪了您，您要这样毁了我的生路。哎，你没得罪我，你得罪的是国舅爷。如果再允许他在这儿洗丝，国舅爷就会认为我们是一起的，保不齐哪天就来找我们的麻烦。敢问，谁能顶得住国舅爷的怒火啊？这浣花溪数百年来都是各家共用，他不姓花。哎，我没说他姓花，我是为了大家的营生，我们花家甘愿做这个恶人。陈大郎，你干什么你啊？他家的丝我买了，我换我自己的丝，你管得着吗？我也买一点。哎，剩下来我归我了。给我站住！站住！你们当我是傻子是不是啊？我都说了，不许季家人在这儿洗丝，就是不许洗丝。你们要是敢帮的，你们都给我滚蛋！我踹死你！好了！哎呦，不让你们洗丝，定是花想荣自作主张。花掌柜若是知道了，他肯定不会拦着你们的。他想孤立的只有我。哎呀，乌龟炖王八都憋着一肚子坏水呢。那女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她就是想借着这个事儿压我们的价格。她要不压的话，我陈豆给你倒着写。三郎，去火的，吃点吧。我不吃。大郎，你那盒子里都是药啊？对啊。你们别看我长得壮实啊。我的意思是，其实我从小身体就不好。我阿娘说了，药一定要常备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这瓶是舒心活血的，这一瓶是护肝养胃的，这一瓶是安神养胎的。养胎啊？哎，你阿娘对你要求好高哦。不是，药不分男女，都是有用的，你们都吃点。我要养胎的爪子。三郎，吃点药吧。哎呀，我吃什么吃啊？我想吃他的脑壳，我想啃他一个金光灿烂，啃他一个四脚朝天，啃他一个七荤八素。此事是因我而起，是我连累了大家。哎呀，你这说的又是什么话呀？那每一次都是你拖着花想荣，咱也不是没有良心的人啊。哦，便是再有一次，咱也不能看着你们受欺负。就是。各位儿郎如此有血性，可敢一搏？怎么搏？你们知道花家为什么敢这么欺负我们吗？哎，因为我们是小染坊噻，势单力薄。花家又是城里边最大的染户，他吃肉，我们就只能跟他喝点汤。你说我们哪一个不需要靠花家牙缝里露出了一丁点订单过活哎？那花家为什么又要将订单分于我们呢？因为我们的工价便宜啊，比他自己在招工扩大染坊那要划算多了，而且他已经习惯压我们的价了。不仅如此，你们看啊，花家的靛青丝多半是朱小娘家染的，她在我家常订的是各种绿丝和蓝丝，而分于你陈家的订单多是石样锦和凝叶紫，你家是红蜘蛛，你家是松花与沧浪。我们各家染坊虽小，但是各有特色，许多颜色比花家染坊染的都好，只是我们的丝都是经花家出手，外面的人只知道花家染坊，不知道我们这些小染户罢了。所以呢？所以，如果我们各家联合在一起，那就等于是一个大染坊呀。那我们就可以有接大订单的资金和人手。日后我们再把名声打出去，那我们就不愁接不着订单了。有了订单，我们就有了底气，有了底气，我们还怕没地方洗丝吗？不是你这话说的容易啊，打出名气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。就是，
那些大染妇哪家背后没有人呐？就是，你就说咱们无权无势，怎么跟人家斗？就是，而且我们站起来了也会被打趴下的。就是啊！哎呀，事在人为嘛，你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成啊？哎，风筝，哪个傻子现在还有心情放风筝啊？各位，这件事情呢，大家先想一想，想通了我们再从长计议。陈三哥，我的事麻烦您帮我看一下，我去看看哪个傻子在放风筝。哎，傻子有什么好看的呀？他怎么就爱跟傻子玩哦？就是，你才傻子呢！哎。张二哥哥，你今日怎么有空出来啊？你的景治的如何了？别以为给我点甜的便能护你着。你跟14郎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我还特意给你拿了药。这么看下来，你也没受伤啊。我就说嘛，那你跟别人冲突，一般受伤的都是别人才对。谁说我没受伤？伤在里头，你得凑近了瞧瞧。哪里啊？我就知道你骗我，那染料的味道我都闻见了。不是说怕红色吗？怎么还往脸上抹呀？我只是怕流动的红，像血水一样涌动的红，不是什么红都怕的。好了，说正事儿吧。我呀，打听了一下桑14郎，他的姐姐是宫中正得宠的妃子，他的阿耶暂代警官一职，其他儿女都事业有成，唯有他不学无术，游手好闲。那他平日里都好做些什么？他干什么都学艺不精，但我有一样，很是强项。什么？叶子牌。叶子牌？这生的都给人往上端呐！掌柜的，你要是再不出来的话，老子非得怎样？可以。你敢去我这儿，为何将月不还？酒色同香，酒客月落，家不还，概不赊账。当月不还，家难还。能吃就吃，不吃就滚。你们这是黑店，你给我们吃这些臭鱼烂虾，要吃死人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到衙门告你去吗？昔日王相出任西川节度使时，曾于酒馆用饭，亲口大赞着愉快。花落金缕明玉镜，不逊风月过江南。王相大家称赞的，客官却不屑一顾，说这不是人吃的东西。如此诋毁王相，也不知道到了衙门，那板子会先打谁。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我若是你，便乖乖把钱付了，赶紧跑回家躲起来，等这事儿大家都忘了再说。我再也不来了！我再也不来了！打扰各位雅兴，今日一应酒品，
通通9折。谢于掌柜，谢于掌柜。来，给我们来壶酒。来了。这王相什么时候夸过我这儿的愉快啊？我瞎说的，反正他们平日里也见不着王相，就算是见到了，他们也只会问公明，谁会问这等小事？找有事儿？你听说我跟桑14郎的事儿了吗？英明远播，纪晓娘子不畏强权，勇斗恶霸国舅爷。想不想一起英明远播？地盘借我2天，再借我点钱呗。借钱？你看我这店冷清的，一天到晚没几个客人，我哪有什么闲借你？你就先借我保你接下来店里坐满客人，日进斗金。你是有法子对付花家，还是对付桑14郎？借力打力，谁还不会哎呀，承让啊！楚王高进，自愧不如。承让。还有谁要一起玩的吗？是你，你就是赌王啊！来，跟爷赌一把。哎，跟你说话呢，没听见啊？你可知我为何要赌钱？为何？因为我在浣花溪得罪了国舅爷，花家怕被牵连，不让我去洗边洗丝。我们家染房都快揭不开锅了，我只能靠此赚钱养家。这爷哪知道？算了，爷这脾气发了也就算了，这没想到他们花家借着爷的名气为难你。哎呀，回头再说，咱先赌一把。不赌。你。行，你跟爷赌一把，无论输赢，爷都告诉花家不跟你办见识了。当真？爷说话算数。来，赌大小，不限轮次，每局20文，直到把对方桌上的钱赢光为止。依你。7万贯，8万。哇！哎呀！哎呀！季娘子牌技果然了得，10次便能赢8次，的确了得。想赢便赢，想输便输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吃点东西再喝，免得伤身。看你这衣裳，不靠杨家，也没挨饿。多年未归。没想到第一个认出我的人，竟是阿姐。一日3餐，一日千里，走马江湖，自在快活。来，阿姐，有劳阿姐挂念。阿姐的酒还是这么好喝。少叫我阿姐，显老。行。晦气。歇会儿。
国舅爷，我都认输了，你就让我回家吧。那不行，爷还没玩够呢，来，再战300回合。兔崽子！这个兔崽子！老子刚回来，你就跟我惹事！你还抢夺民女，趁日赌钱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哎呦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给我下来！我不下，我下去你肯定打我！哎！站住！桑长史，您误会了，我与国舅爷在这儿不是为了赌博，是为了吸引人潮，好做生意。什么生意？啊，什么声音？快给我阿爷说什么声音？本来也没想现在拿出来的，既然您问了，蒋六郎君把东西拿上来吧。哎，您看，这是我们染丝会做的叶子牌荷包。叶子牌做荷包，闻所未闻。这可是在雷祖娘娘面前祈福过的，都是有寓意的。您看，万贯。它指的是家财万贯，恭贺商户日进斗金的。这个是锁子，说的是上下求索，寓意读书人早日登科。您看这个文钱是文思极勇，前途无量的意思啊。哦，这个厉害了，10万，这可是14郎点明了要先送给您的。送给我？啊，是阿爷，阿爷，这是送您的，我给您带上。这10万便是万10，谐音万无一失，是祝您身体健康、长命百岁，是14郎的一片孝心。这小玩意儿瞧着不错呀，小娘子，什么时候开始卖呀？若是大家喜欢，我们染丝会那就尽快的把它做出来，好吗？程三郎君、蒋六郎君、盛大郎君。对啊，是啊，就是。哎，染丝会。哎呦，您出门这几日，国舅爷体恤我们西边人家疾苦，团结我们成立了染丝会。这叶子牌荷包就是我们的第一笔生意。国舅爷是我们的名誉会长。我们在这儿玩叶子牌，也真的不是为了赌博，就是为了想要把这个名声打出去。你当真是在干正事儿？是啊，阿爷，这回您真误会我了。桑长史，您真误会我们会长了。啊，会长为了我们殚精竭虑哦。误会了。有点意思，别欺负人，也别让人给欺负了。阿爷慢走，慢走。哎，诸位客官，若是喜欢我们染丝会做的这个叶子牌荷包，现在便可以下订单，前50人半价。桑长史身上那款工艺复杂，可能现在没有这么多，只有30只，先到先得。我来。我跟你说，想要的话到我这儿来签单啊！啊，你是不是在利过爷呀？是啊，是啊。我们本来就在这儿卖荷包的，谁知道你会来，更没料到你阿爷会来呀。那你过几日你可以跟你阿爷说，你不想做这个名誉会长了，那就和我们没有关系了。那不行，这官儿爷当上了还能还给你怎样？可是做我们的名誉会长是要帮我们做事的。爷不能做事吗？那试试吧。作为名誉会长，可有我的好处啊！嘿呀，杨老三，当然有，来，我给你找，来。我想与季娘子赌上一场，谁若输了，便应对方一个条件。好啊！哎，十四，你是什么会长来着？名誉会长。难怪没人听你的，徒有其名，没有实权。该不会他从一开始就是在诓你吧？你看啊，你阿耶为何来得这么巧？这么巧，他们就是今日赌。
季娘子，我这牌可有问题？杨三郎君技高一筹啊，我认输。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。我想到季娘子家中好好拜访。你怎么老是想去我家？这件事情能如此顺利，还多亏了你们。我们。听说没有？那不对呀，益州点6只。来了个新的叶子牌主王，百战百胜，从来没有败过，打遍益州无敌手的国舅爷。我看跟他一比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啊！肯定的呀。现在，立刻，马上到去见他。桑长史，国舅爷非逼着人跟他赌钱，不尽兴就不能离席，您可得主持公道呀。我去看看。做叶子牌荷包啊！我婉婉还有好几个人，我们熬了好几天才赶出来的。哦，用桑14最喜欢的叶子牌，把他骗过来与你赌钱，再把桑长史引过来关帮教子，让桑14不得不被咱们按到头当了那个会长，环环相扣啊！厉害啊，高明。只有一点不明白，你真的是赌神吗？扒锁子。嚯，嘿，5万贯，7分钱。哇！其实他们每张牌经过手汗、酒气、茶渍的磨损，在颜色上都会有一些细微的不同。我就是靠变色记住牌的。行吧。哎，那接下来咱们做什么呀？那自然是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喽。这个月只是灯油钱就这么多啊，这可不行。省着点用，早点把钱还上，这样英英也不用那么累了。咻！吓死我了！又想当六手绢？你真要见那上回啊？阿兄，这些年我一直在等一个时机。这次桑14的事是我闯祸在先，但是是危机也是机会啊。我如何不晓得这次得罪了花掌柜，日后他必会报复。但即便我们不惹他，他就不算计我们了吗？都说花家背后的势力深不可测，我不晓得他们背后的人是谁，我也不晓得他们有何图谋。但是做生意就像赌叶子牌，你若猜不到对方的底牌是什么，那只能让自己的底牌变得更强。所以，阿兄，求求了。谢谢阿兄。这几日你多囤一些染料和丝线，除了花家以外的订单，哪怕赚的少一些，量少一些，也尽量接下来。又要干什么呀？以防万一而已。我跟陈三郎他们已经说了，但是平儿家里最近怕是不愿意让我跟他来了，劳烦阿兄跑一趟。囤染料倒无妨，可花掌柜霸占着浣花溪，本就无处染丝。阿兄信我，很快咱们就有地方洗丝了。季莹莹，阿娘，哎，岂有此理！竟敢抢占地盘，不让咱们染丝会洗丝。那是之前，这不是您来了吗？我看他们谁敢。放心，只要有爷在，爷罩着你们，看哪个敢找就麻烦。自然自然。来
金人他们过来了。从今天起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，我们都要在这儿洗丝。你这个吃软饭的老总赘婿，还不赶紧滚回去给你婆娘洗脚去啊！嘿，你们这帮死小子，反了你们了！我阿爷说了，要多动脑子，少动手，要学会以理服人。今天主打一个以和为贵，以理服人。都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哎，等等，我告诉你一下，咱们从今儿个起是国舅爷罩着的，你动一下我们试试。我告诉你，在西上，我是这个国舅爷就是个屁，还国舅爷，给我打！你敢骂国舅爷？国舅爷，咱还以理服人吗？敢骂国舅爷？国舅爷，我真不知道是你国舅爷啊！花小荣，你也有今天！就是他们在西边东闹事儿，走路住手！你给看看换没换？都出血了，都出血了！出血了！华小荣，你好大胆子！你给当朝国舅爷都打出血了，你好大胆子你！国舅爷，我真不知道是你，要不然借我100个胆我也不敢呢。他不仅打你，他还骂你。你闭嘴！骂你了！你闭嘴！我想起来了，你骂我是个屁！我告诉你，哦，他骂你是坨屎！你还骂我是个屎！你是不是活腻了啊？闭嘴！阿姨，你给我闭嘴！不是他打出血了都！跪下！我叫你跪下！还嫌不够丢人是吧？啊！你跟我过来。是。您是知道的，只有在浣花溪洗出来的丝织成的蜀锦，才能色泽艳丽，历久弥新，才是真正的蜀锦。多年以来，各大染户强行占地，向来民不举，官不究。如今西边的事儿被国舅爷挑了起来，这日后怕是被有心之人利用。娘娘在宫中正蒙盛宠。那些嫉妒之人，若是在宫中找不着法子，定会从宫外下手。若圣上听闻娘娘的家人因为娘娘得宠而嚣张跋扈、寻衅滋事，那会如何看待娘娘？有心之人，不就在老夫面前吗？莺莺确有所图，但是正途。您可知是谁把国舅爷引到西边纵马的？看来您是知道了。你有何不同？我能教14郎君改邪归正，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儿郎。就凭你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想来我季家如今是何光景，莺莺是何为人，长史上次一见之后，想必已经调查清楚了吧？浣花溪辣娘子，本官就是看在你还有几分担当。说吧，你想怎样？这事儿是因为在浣花溪抢地盘引起的，牵扯蜀锦便格外敏感。
可若这浣花溪本就属于大家不允占地，那14郎君只不过就是去溪边玩，打了个架罢了。你是说，只求长史能立新规，道明浣花溪各家共用，不允占地洗私。你觉得我立了，他们便会听吗？哪家在溪边染丝占地的大户背后没有人呢？您立了是您的态度，他们不听是他们藐视律法。我立了，就代表你背后也有人了，他们至少可以不再敢赶你，对吧？我相信啊，只要你努力，一定可以让季家重回当年荣耀。这是我自己绣的，送给你。怎么，你不要？你嫌我绣的丑？我表现的这么明显吗？赵修元，给我。不给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怕我做不到腰缠万贯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送你这个吗？因为你不缺文钱，你本就文思泉涌，前途无量。你也不缺锁子，不缺10万，因为你本就上下求索，万无一失。钱是没有了，送你幅画吧。画中无蓬，可云层翻涌，分明让人感受到鹏飞9天之姿。画中女子独立船头，以窈窕中自成风流。谁说女子不能长风破浪，不能意气风发？只是这个女子的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扶摇直上9万里，这不正是我心中的你吗？原来赵二郎君也会说这些奉承话呀！我们将这画织成锦吧。这云、水、船，还有这女子，若是认真的话，不难织出，只是很难织出整幅画的浩瀚之感呢。若是用5重梭呢，增加更多的混色，黑白丝搭配树木不同，便可交织出深浅不一的灰色，可以用作云霞和水浪的阴影。阴影不错，但是若只有黑白的话，会显得整幅画死气沉沉。用平稳和斜稳交替织，这样才有可能织出大自然的流动之感。用主色树木增减来过渡色彩流动，用平斜断为基础，织出凹凸之感，再用不同的色彩凸显明暗变化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真的有可能织出整幅画的浩瀚之感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回去挑丝配色，我绣出来先试试。哎，你不是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吗？那件事现在便只剩等了。再说了，这也是很重要的事啊。来了。夫人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丢了花家的脸。可我原本就想借那个顽固的手教训一下季家，可没想到最后被季英英得了便宜。过来。坐下。夫人，我知道这回我大意了，所以大家大输了。下回我一定给他们好看。
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别自己动手，就你这身板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跑。轻点，夫人。夫人，别生气了，我一定听你的。一会儿去给我备车，我要出去一趟。夫人，是要去见主人吗？现在还用不着主人自己出手，随便弄出些动静来，让桑长史冷静冷静。看季娘子这脸色，是不欢迎杨某在此。不过可惜了，愿赌服输，你该不会要食言吧？自然不会。杨郎君，那边请。结果，你跑哪儿？杨某读书少，但也知道这邪路是不通正堂的。您有所不知，我季家的规矩是越尊贵的客人越要在僻静处招待。郭奎，你可不许咬它哦，小心哦，它有毒。你叫郭奎？果然，狗也怕恶人。英英，阿兄，这位是，在下杨三郎，是季娘子尊贵的客人。萍水相逢。阿兄，阿娘在家吗？我一直在屋内支紧，不怎么去过前门。不过按照往日而言，阿宁此刻应该是出去采买。太好了。阿兄，给这杨三郎君倒碗水吧，他就喜欢喝咱们家的水。哦，好。哎，不急不急，杨某此番前来，并非是要讨水喝，而是为了拜访一位故人。故人？哪位故人？杨某记得季国父当年斗锦夺魁，以一幅蜀红锦博得满场喝彩，我也被其风姿折服。数年过去，辗转反侧，仍是难以忘怀。可谁能想到呢？如今却早已是物是人非。杨三郎君不只是为了来叙旧的吧？季兄跟着季国父多年，耳濡目染，定是得了几分真传吧。不怕杨三郎君见笑，季某与冉丝一道天分平平，不如我们家英英。家里的丝大都是英英染的。这染好的丝，就都晾在这儿了？还有一些晾在前院。阿兄，你还是去倒水吧。哦，好。哎，不忙。杨某是头一回到锦户来拜访，季娘子不妨带我到处转转，也好好好欣赏一番。我家世简陋，没有什么可观赏的。家世虽简，但也别有一番趣味。倒水。夫人光临寒舍，实乃我季家的荣幸。小女和赵二郎君自幼相。
我弟向来以红丝为贵，季伯父的蜀红丝更是声名斐然。季娘子染了这么多丝，怎么偏偏不染红啊？我想染什么就染什么，元郎君是不是管得太宽了？那边就是大门了，请。哟，今日来府上做客的人还真不少啊。怎么是他呀？我也不知啊，英英，还不过来跟赵家伯母问好？哎，伯母好。虽说季家不是什么高门大户，也没有自家女儿天天往外跑的道理。整日在外抛头露面不算，还把外男往家里带，传扬出去，损了小娘子的清誉事小，你季家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伯母误会了，他是来找阿兄做生意的，我就是恰巧遇上。是。我也不过是提醒。您若觉得无碍，便不必在意。只怕哪一日真做出伤风败俗的事儿来，夫人再后悔，可就来不及了。赵夫人说的是，虽然这次是巧合，但是那些拎不清的人难免要瞎说。我一定会好好管教管教，连巧合都不能有。但是我相信，像夫人这般心明眼亮的，是肯定不会误会的。来，夫人这边请。原来季娘子也会有温顺乖巧的时候啊。也让你进门了，英英也算履行承诺了。要不你还是去别家寻杯热茶喝吧。季夫人，晚辈告退。婷儿，哎，站住！阿娘，我错了。阿娘，你别过来！阿娘，给我过来！季英英，季英英，你别动手！季英英，你别跑！啊！哎，你快过来！那个外男谁啊？阿娘，那是杨三郎君，他是来跟咱们家做生意的。做生意的，真的吗？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不管事儿了就能骗我呀？就刚才他那身衣裳，一看就不是寻常人家，轮得到跟咱们家做生意吗？他是来打探蜀红丝的。蜀红丝？又是蜀红丝。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些人还不消停。呀，来的都挺早啊！哎，桑长史真的答应张贴告示禁止抢占地盘了吗？哼，那还不是爷的功劳？都什么时辰了，要贴早该贴了。你阿爷不会跟你一样靠不住吧？我阿爷那是堂堂长史，堂堂国丈，还靠不住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你说爷靠不住？告诉你。跟名誉会长说话，客气点。哎，那我也告诉你，这事儿你要办成了，以后我见你一次，我就给你行一个大礼。哎，阿爷，哎，长史，你快把告示贴出来给他们看看。他们在这添什么乱啊？你给我回去！桑长史，如今浣花西边纷乱不止，您可有决断？这个事现在不归我管了。啊，不归您管了。说来也巧了，我只是暂代警官一职，新警官的调令早就送来了，可都1个多月了，他迟迟不来，不知道他是不是不敢来呀？你们都知道，上一任沈警官来了没2年，突然就病死了；上任张警官坠马死了，再上任桑长史。我们这些小私户全靠这营生糊口，事关重大，
那不知现在这个事情是归谁管辖呢？对呀，阿姨，你说重点，说重点。闭嘴！昨天呢，是新警官上任限期的最后一天，都以为他不来了。可谁想到，快散班的时候，新警官带着告申来上任了，我自然就退任。从此以后，长史是长史，警官是警官，这事务啊，你们得找他。早不上任，晚不上任，偏偏昨个上任。对呀，也不知这新警官为人如何。你们见了就知道。啊，什么新警官？谁？我看看谁啊！我看看谁！给我弄走！开门！出来！来，我看看。哎，闭嘴！哎呀，动手！放心，我有办法啊！哎，行了。哎，桑长史，您态度骤变，怕不只是因为新警官吧？这是军中的戒律，咱们这是得罪何人了？井夜水深，季娘子，量力而行。艳阳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们都听你的，为了避免被花掌柜赶尽杀绝，都想了法子接了别家的订单。这要是洗不了丝，按时交不了货，也不知道要赔多少钱。民女季莺莺求见新任警官，事关景业生死，还望容禀。民女季莺莺求见新任警官，事关景业生死，还望容禀。张警官，小的虽然跟王家是姻亲，但是王家真的没有偷税呀！不信你看账簿贬值。我说，李家之所以能到浣花溪占有一席之地，是因为他们家家大业大，一理夫人。哎呦！锦绣阁的王掌柜每逢初一就跑到对面铺子偷偷放屁。赵家老太爷为了得娶我，8年不洗脚。这有啊！哎呦！门口的人不见。我认为从今日起啊，本警官谁也不见，在最重要的时候出场，才最有力度。换一批吧。就那个大胡子。是。事关景业生死，还望容禀。别喊了，咱们都喊多长时间了，还不给开？摆明了就是不想见我们嘛。你别太担心啊，既然都是一些大人户家的订单，他们肯定有心思的地方啊。我去找他们商量商量，看他们能不能借给我们用。花掌柜没来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件事上，你们说谁最与我们对立？花掌柜。可是今日他一个仆从都没有来探听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已经知道今日结果，甚至大概已经堵死了我们所有的后路。花掌柜有这么厉害？他能在浣花溪称霸10数年，靠的绝不只是泼辣蛮横。我从未小瞧过他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你家出事了！诸位送走了几任警官了，这警官府的事务嘛，肯定比我熟练。日后还请诸位多多关照啊！小队终于杨警官为您效犬马之劳。我不需要你们效忠于我，但是我不让做的事，如果你们敢做了，我敢肯定，你们会比我先从这里消失。明白吗？明白。还有我这个警官的身份，暂时不想与外人知道。
是。诸位都看到了，我这个人呢，胆小，怕死，偏偏警官这个位置还拢死人。我想大家在位多年，定是知道前几任警官都做了些什么，还劳烦诸位把它都写下来，事无巨细，我也好引以为戒。杨警官，那这么多怎么写得完啊？要不上去写？不，小弟不写，这就写，我写。给我一张！我们家就这一台制机了，不能搬呀，不能搬呀！住手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这个道理你不会不知道吧，季家小娘子？票据上写的清清楚楚，10年之内偿还结清。如今时限未到，花掌柜就上门私掠财物，是何道理？10年之内结清，那是你与上一任债主的约定，不是与我。债务承接转让，既说不变，现约亦不得更改。就是。现约？哪个律法规定不能更改？你出去问一问，哪一个你上任的债主愿意出来替你作证？我在这等着。花掌柜既然这么说，怕是那些人早就被你说服了。就是。好，我们不提现约，说债务。我们未说不还，也并非没有还的能力。如今你直接闯进我家搬东西抵债，怕是不合规矩吧？那我们就来谈谈规矩。这是以往对西边抢地盘事件申诉的文书，这几本是几家大的染户每年上交来的账册，产量颇多，出丝的种类繁多。繁多有问题吗？昔日锦王季归南京城所制，多年来染成了曙红丝一色，后辈更是追之莫及。蜀锦业任何技艺的专精都非一日之功，而现在几家大的染户，譬如花家，家中招牌丝线10余种。虽然说比不上蜀红，但也是不合常理了。这百家争鸣，怎么就争到他一家去了？还有，这花家长久以来是靠欺压吞并小户来扩张的。当年季家因为季归南获罪，欠债无数，而现在那张欠条便在花掌柜手中。由此可以推断，季家便是花掌柜想要吞并的下一户。这大概也就是季娘子着急反击的原因。如果能在这件事情上帮他一把的话，或许能跟季家更近一步。我认为你们并无还债之能力，你们这些染坊平素里就靠我手上漏的单子过活。现在我懒得发这个善心了，你们接一些拼拼凑凑的单子，也没有地方洗丝，挣不上钱不说，到了10日交不上货，还得双倍赔偿。与其等你们赔光了给别人，还不上我，不如我今日上门来收账。实不相瞒，我今天就是让你们季家用资产抵债，资产不够，未来你还要做我的仆人，做工抵债才是。即便是资产抵债，那也是要先行告知，满期不还才执行。那好，那我就看看季小娘子这1个月内还不还得上钱。还上之前，我是不是可以按照原契约收取利息？你有钱还吗？那就搬吧。都不许搬！我看谁搬得高！给我放下！你说啥吧？怎么了？你们在这儿仗着人多，跟我玩撒泼的把戏？我可不是你原来那些旧债主，随随便便就打发了。即便是抵债，那用什么抵也是我说了算。桂叔，把染坊的生丝、染料全搬出来，给花掌柜抵债。娘子，都给了他们，咱们还怎么染丝？到时候交不了丝，那是我阿兄的织机，不能给。没什么不能给的。给他们吧。阿兄，我相信来日
娘，哎，我早上送阿娘去姨母家了，她会在邦郡待一段时日。你说的无事便是无事，若是有事便送阿娘出去走走。你要对付花掌柜，怎么可能无事？我早料到他可能会提前上门要债，但是我没想到他竟然趁人之危，让我们与他为奴。家里还有些东西，便真是要抵债，也够了，不至于为奴。我们要是再把东西给他们，我们就又一无所有了。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。平儿，跟我来。咱们是来做什么的？重复一遍。重现蜀红司，探查命案真相，整顿一州锦业。所以，散花楼的太白鸭该收了。啊？飞将，走后门。啊？亥12更，关门关窗，防偷防盗。这就对了。你就没有想过找赵郎君帮忙？我喜欢他是因为他懂我、尊重我，他能令我欢喜，不是因为他能帮我。我阿爷在世时，所有人都对我笑脸相迎，但是我家里出事以后，却鲜少有人伸出援手。我便知道，人可以寻求和接受别人的帮助，但是不能只靠别人的帮助。只有自己才永远不会辜负自己。我们平儿当然不一样啦，她一定会找到一个可靠的如意郎君。可以信赖和依靠一个人，多幸福啊！只是我可能做不到，我只信我自己这双手。就在这里等我。什么事儿啊？桑长史有东西落在府衙了，特遣小人来取。落下什么东西了？我们帮长史送回去便是。桑长史派我深夜前来，那东西自是不足为外人道。二位若是做不了主，不如禀报新警官，定夺一二。警官不在，不在那便更好了呀，就该二位赚桑长史这个人情。回去我就给桑长史说，这是二位的通融。不要命了！劳烦您回去转告桑长史，并不是我们不通融，实在是新警官有令，谁都不能进来。您明儿再来吧。别呀，桑长史要的着急，二位通融通融。二位，我今日本也没打算一定能进去，投石问路，也不算毫无收获。那些侍卫从来贪财怕事儿，刚刚我以桑长史的名义求见，我还塞了钱，都毫无效果。说明这个新警官要么对他们许以重礼，要么动以酷刑，绝非简单人物。那岂不是糟了？不简单，但有所求就能谈判，能交易。可是，警官敢管那些大染户？只要价格合适，这生意就有的做。咱们去后门的，走。哎，你这衣服想换了？我好想换衣服。这回爷就不信熏不出来的，这回爷就不信他熏不出来。30次郎，哎，这女人，江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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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莹莹，你吓爷一跳。你也来了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正如你所料，其他染户都不肯借地方给我们洗尸。我去你家找你，你又不在。出来的时候正好碰到他，他说他有办法开我们见警官。爷可是翻墙出来帮你们的，怎么样？够意思吧？这就是你的法子。他不出来，爷就给他熏出来，怎么样？聪明吧？我告诉你，这个警官不简单，你别轻举妄动，走。他再不简单能怎么着啊？还能打爷不成？他要是跟你阿爷告状呢？他跟我阿爷告状，告状，那可这法子真不行啊！真不行！灭火呀，灭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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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边，什么人竟敢在警官府外放？我们没有放火，我们是救火。对，我们恰巧路过。路过。人可有事啊？多谢警官，我等无碍。无碍就好，走吧。啊。爷就说这办法有用吗？哎呀，这么说，你们是冲着我来的？不，他的意思是，您万幸出巡，未被火势波及。那这么说，本警官可还要谢谢你们了。不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呀，这儿有火没扑灭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花眼了吗？怎么看见英英突然被轿子吞进去了？梁三郎，你就是那个新警官？今年生丝造价几何？染制靛青色需要几种染料？一匹团花锦。怎么不问了？警官不一定都懂锦，对吧？反正死的都很快。杨警官龙章凤姿，定会长命百岁。继续。啊？你不是来拍本警官的马屁的吗？杨警官，您说笑了，英英是真心的。毕竟您玉树临风，潇洒倜傥，明察秋毫，好不手软，软硬不吃，吃喝玩乐，乐极生悲。季娘子言不由衷啊！你这一把火都烧到我警官府上来了，不会就是为了这么几句风尘话的吧？民女心中所求，杨警官心知肚明。与我有什么好处？您是警官，但不露面儿，那说明定有自己的私了。可是英英的嘴向来不严，万一说漏了嘴，还请您见谅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告辞。哎，杨警官是想让我现在便喊出来吗？你喊吧。我若遇到什么不顺心意的事，那浣花溪的事我可就管不了了。你。时间再久些，清白可就保不住了。外面那3个既然这么喜欢烟熏火燎的，把人给我带到溪边，让他们把那堆树枝给我烧完，烧不完不许走。我说的是里面那个。哦。今日没喝成汤，本官要亲手做汤。季娘子既然这么喜欢玩火，那咱们就把她带到后厨，让她替我烧水、添柴、熬汤。劈死你！劈死你个高官！劈死你个高官！骂谁呢？我骂狗官呢，我又没骂你。你是狗官啊？
你看看你自己，好好的一个警官府，被你搞得是一片狼藉。蜀锦业也一片狼藉，也没见您管管呀。有钱赚的地方，就会有贪婪之人。这贪婪之人多了，自然就会一片狼藉。这不是一时一日便能整顿得好的。你只知道急着添柴，当然会把自己弄得一身狼狈啊。杨警官可听过“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”？你若想走出困境，是该添柴猛火啊，还是该钻研真东西？蜀红一出，千红哭啊！蜀红锦早随家父一同入土了。皇后有一件蜀红贡锦做的衣衫，无意间被损毁了。若是蜀红再现，重做衣衫，无论什么样的冤屈，或许都能够昭雪啊。民女听不懂杨警官在说什么。若是想问蜀红，季家早已染不出蜀红丝了。蜀红丝可以不在，但公道不能不在。这话好耳熟啊！您可知上一位警官是如何与民女说的？他说了什么？抱歉啊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：“民女只管过民女的太平日子，公道自有当官的去管。”那你也要有心啊！光靠他一个人，他能做什么？那便要杨警官前仆后继了。不如杨警官替我想想如何解决民女眼下的危机吧。在季娘子眼中，当真便只有眼下的。季娘子慢走。阿姨，你的名字出现在色谱墙上了，以后我也要染出新色，也要当锦王，这样我的名字就可以出现在阿姨旁边了。好，这就给你留着啊，都当锦王。快松手！阿爷说过，锦为首，人在锦之上，锦没了，自己在世，人没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让你放开！阿爷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再等等我。杨警官，季娘子她又来了。本官暂时不想见她，让她回去吧。她说您要是不见的话，她就不走了。而且警官府门口还围了很多百姓，她又在那儿哭哭啼啼的。此事若是让不知原委的人传了出去，怕是会对您不利啊。
你说，他哭了？是。让他进来吧。在下权衡利弊，擅自做主，已将他带了进来。带进来了，人呢？在门口候着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快过来帮我穿衣服。不行。杨警官，在下告退。民女见过杨警官。你又来干什么？民女来给杨警官赔罪。你犯了什么罪啊？你以为你哭了，本官就会心软吗？本官不吃这套。浣花溪是三道堰的换丝之地，之前各家换丝都各安其分，互不打扰。如今却被大户强占，连夜间也不让我们换丝，民女实在是走投无路，还请杨警官做主。桑长史都管不了的事儿，我区区一个警官，我管得了吗？杨警官年少有为，自是果敢无畏。哦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桑长史年纪老迈，欺软怕硬？这是您自己说的。英英眼中只有您的英勇，瞧不见别人。这句话真是好听。一会儿不见季娘子，这说话大有长进啊。不过，这天气怎么这么热呀？要是有人能给我打个扇就好了。我来。打了吗？怎么没风啊？头有点凉，脚又凉了，怎么不打了？杨景兰。恳求杨警官为民女做主。你求我？你求我，我便会帮你吗？当日西边，您虽戏弄我，但也降住了金马，在我家门口。亦是您配合我，才糊弄走了桑十四郎。杨警官虽不喜民女，但却有仁善之心。我愿长跪于此，赌杨警官愿意垂怜。怎么一开始不赌啊？我舍不得我的骨头。不容易。总算是说了句实话。不过，你看错人了，本官没有心，只有唯利是图。您可知上一位警官是如何与民女说的？他说了什么？是，所以除了诚意，我还有交易。上任沈警官告诉民女，若下一任警官是个好官，那便把他留下的那句话告知对方。季娘子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做买卖吗？本来想谈交情，您不是不肯吗？原来您早想好了。哎呀，是我小人之心了。嘿嘿。季娘子应对官府多些信任。无论我是什么目的，
既然这官我当上了，该做的事，杨某必然会做。从今往后，浣花溪为蜀锦人家共用，浣丝自有，任何人不得霸占，违者严惩不贷。杨警官为民做主，益州百姓定会记住您的好。只是您有所不知，这益州警户盘龙卧虎，哪一家不是树大根深？您初来乍到，怕是少不了遇上刺头出来阻碍法令推行。民女担心您的威严有损。哎呦，你怎么提之前不说啊？民女也是刚刚才想到的。警官到！原来他就是警官吗？那不中意。鄙人杨俊兰，是这益州城新到任的警官。怎么，不信？哎呀，没想到杨三郎便是新晋的警官。花郎君，这是在春游吗？杨警官说笑了。来人呐，再给杨警官置办一套案席。不必了。本官分明记得，我下的告示是说，这浣花溪畔除了喜司的染户之外，其余人等不得停留。怎么？是本官记错了，还是你花郎君的脸面格外大，不把本官的话放在心上？杨警官，瞧您说的，就算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跟官府作对。来，您看着，哎呀，我不是正在洗丝吗？虽然这丝是少了一点，但不算坏了您的规矩。嗯，洗丝而已。可依我看，你这么大的阵仗，便是在候着本官的吧？杨警官在外多年，想必对益州的风物不甚熟悉。不过，请您放心，我们花家在当地那是出了名的良善，定可以帮您尽快的了解民情。他狂任他狂，我是小绵羊；他刚任他刚，我是木头桩啊。花郎君有所不知，杨某人从小性子急躁，家师为了让我修身养性，便嘱托了这么几句话，说让我忍不住的时候，便要咏诵几遍。杨警官的恩师那是得道高人啊，说的话一定有道理。嗯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可是，你可知道这最后一句是什么吗？嗯？小人愚笨，还请杨警官赐教。嗯。他若再张狂啊，送他戒严了啊！诸位，杨某人第一次做官，不懂这做官的门道，但也知道令行禁止，言出法随。从今往后，我说一，任何人不得说二。若再有人阳奉阴违，且看是他的舌头利，还是本官的拳头硬。都听清楚了吗？我们都听杨警官的。杨警官，我也听清楚了。能不能让我先上来冷啊？花郎君既然这么喜欢这里，
我就顺了你的意，你就在这水里给我待到晚上，少1个时辰都不行。就是脏了浣花溪的水。金娘子，我答应你的事我做了，我要的东西呢？沈警官说的话都在这上头，杨警官您慢慢看，美女告退了。为民请命，好好做官。如今我们能重新换丝，离不开在座每一位的努力。我敬大家，来。但这只是第一步。虽然我们现在有了换丝的地方，但是花掌柜的订单我们肯定是没有了，而且其他染户碍于花掌柜，肯定也不会再多给我们生意做的。如今之计，只能自救。所以我打算以我们染丝会的名义，带着大家去参加斗芳菲。只要在斗芳菲扬名，我们便可以直接与景户交易，到时候订单自然就不愁了。大家觉得如何？其实这次合作，大家确实是受益良多，但也险些濒临绝境啊。我们家以后怕是支撑不住。另外，花掌柜他答应我们了，要是我们退出染丝会，他可以既往不咎。对不住啊，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我们赌不起，也不敢赌。你们忘了他们是怎么欺负我们的了吗？现在有机会了，你们就想回头是吗？如今我们确实要面临险境。各位，人各有志，我不强迫。若是他日你们回心转意，还想再回来，我姬英英随时欢迎。抱歉。我阿娘说，此事确实惊险，但人无信不立。我这个人嘴笨，也不机灵，只占了一点忠诚，所以既然选择答应了你，就不会变。我身子不好，我就以茶代酒了，我敬你。哎，第一回听你讲话那么提气，金英英，我看准了你，我相信你能带我做一番事儿，一番大事儿。敬你。英英，我做不了我家的主，但我能以我自己的名义加入你们吗？虽然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忙，只要大家需要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赚钱，共度难关。好，好，干！来，再敬大家。喝，干！上！我仔细翻看了所有侍卫写下的信息，发现沈警官似乎对青城山格外关注，时不时的便会独自上山一趟。青城山啊，上面安排的暗卫来了吗？来了，个个都是功夫一流的高手。你让他们啊，先到山上去探查一番，如有异动，再来找我。好。杨警官，杨府派人给您捎个信儿，说这两天你不忙了，让你回府里看看。是谁来送的信啊？是杨敬山，还是杨敬林？看穿衣打扮，好像是个小厮。小厮？是。
过几天就是雷祖祭了，锦王需要和锦官一同上香祈福，你是逃不过的。依在下之见，倒不如回去联络一番。啊，对了，莹莹，你刚才说要参加斗芳菲，可是要参加斗芳菲的话，要行业翘楚的推荐啊，而且要缴纳不少的市金呢。这2样，咱们可都凑不出来。钱的事儿，我来想办法。阿兄，不是说好了吗？活的你管，死的归我。这钱的事儿，总不能算活的吧？好，那我去找推荐人。那我们应该干什么呢？劳烦各位染出自家拿手的好丝，这便是我们去斗芳菲的底气。好，今天啊，我们不醉不归。好，继续搞。来。禀报主子，丝已经全部准备妥当，送丝的儿郎们全是我精心挑选的，现在就等着雷祖祭开始，保证万无一失。只是什么？只是近日里季家那小娘子格外的嚣张，她不仅找来国舅爷撑腰，还和新上任的警官勾勾搭搭。他从前未与人勾搭时，你拿住他了吗？我不要借口，我要的是蜀红丝。实在是这季莺莺诡计多端，主意多变，不好拿捏。万一他真的在1个月内还清了所有的债务，到时候想抓他的把柄，便没有这么容易。所以，民女还请主子指点1、2。他多变，但身边总有不变的，以不变应万变便是。不变。民女明白了，多谢主子赐教。你有2只手，那就1只放在蜀红丝，1只放在雷祖祭。要是哪只做不好，我便砍了哪只。民女明白。哎呀，季大将军愿意到我们这小作坊来吃景，真是令我们这儿蓬荜生辉呀！掌柜，您又赞了。哎，还要多谢您的慷慨。哟，景王家的长子，领值这个价啊！哎，这就是你的知己。那我就不打扰了，我等着你的大奏啊！定竭力以赴。季大郎君不是向来觉得咱们小作坊织锦粗糙，怎么近日肯屈尊降贵了？还不是因为自己妹妹得罪了人，染丝生意做不成，家里没米下锅了。人家大锦坊用的都是自己人呐，谁要他一个罪人之后啊？哼！哎。
吉祥娘子，吉祥娘子，你这边请。并非是我余家怕得罪人呢，只是做这担保推介人，尚需向官府交纳市金作保。便是知道您不畏权贵，敢仗义直言，英英才敢来拜访的。我们虽是小染户，但都是诚信人家，绝不会主动惹是生非。这些丝线俱是我们所染。您看看，可能卖得出去？好丝啊。不过，好丝，它未必有好价格呀。英英明白，织锦的人知道什么是好丝，买锦的人未必知晓。他们要的是说得上名号、撑得起面子的名丝，这便是英英要去窦芳菲夺魁的原因所在。酒香也怕巷子深，还望于掌柜助英英一臂之力。如今我余家还欠着债，我现在身边就剩下这么一个孙女儿，余家的百年家业早就后继无人了。我是有心支撑，可是毕竟孤掌难鸣。我说这些绝不是什么借口。我信您，您本可直接拒绝，却以英英坦诚实情，是对英英的诚挚。多谢，叨扰了，我去别处再问问。于掌柜，告辞。豆，于天豆，于风豆。希儿啊，他生性懵懂，不通俗理。不过呢，他能感知人的内心和性情。他瞧出了你心里的斗志，所以他把斗彩球送给你了。你也斗一把？谁说余家无人？您斗得比我精彩，来日还想与您继续做生意呢。好，或许我还能斗几年。金娘子慢走。有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听说染丝会的季娘子需要找推介人，我过来瞧瞧。哎呀，城中大染户和花掌柜都抱团排挤我们染丝会，锦户又看不上我们小染坊。余家主心善，但是也爱莫能助。你忘了我姓什么了吗？这推荐人必须是各家家主，还要交纳不少的担保钱呢。即便你是赵家二郎，这次也帮不了我了。谁说我了呀？我说我家祖父。他不是一直不喜欢我与你来往，这次怎么愿意帮我？我把你给我的那方知风锦帕给他看了，他留下了，还说可以见你一面。那还等什么？走。
祖父，阿娘，拜见赵老太爷。快请起。伯母，二郎，呆站着干什么？坐到阿娘这边来。不了，阿娘，儿子站在这儿就好。一个未出阁的女子，整日在外抛头露面不说，还要去什么染丝会做男人的生意，真是。阿娘，赵伯母，英英认为生意不只是货币交换，这后宅之中出账雇佣也是生意，甚至男女嫁娶、儿孙赡养之事，也有人把它当做一门生意在经营，简直是一派胡言。你出去。无人耳目，还不快走！沈娘，你出去。是。听二郎说，这绣帕是你配的色。锦色一枝，但风流难知。而混色和冰脂可以让色彩产生明暗深浅的过渡，风便由此而来。混色和并织不难，难的是有一双观色入微的慧眼和精准取色造色的天赋。这一点，像你阿爷。绣乃针刺，锦为梭织。这两者相差甚远，要将这图样转换到织机上，可不是件易事。孙儿愿意一试。那你就试试吧。季娘子想得到推介资格，我也愿让你一试。如何是？我赵家囤了一批沉丝，质量算不得差，只是颜色有些过时。倘若在半月之内，季娘子能设法将这批丝卖出去，老朽就应你所请，将你推荐给锦绣同好。赵老太爷，请放心，英英必能办到。这次你露了头，怕是就没有办法藏拙了。你说过，越是被赵老太爷看重，越是会身不由己，一切都得按照赵家的规矩活着。可是，一次退让，次次退让，与其被动行事，不如主动争取。桑十四郎不就是这个道理吗？那赵二哥哥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那你注意安全。我看来赵家老太爷根本不是真心想帮你，他无非是想利用你，诓骗他的宝贝孙儿回去帮他织锦罢了。什么卖丝啊，他分明就是刁难。到时候卖不出，便是你无能，与他无关。他自是有他的私心，但他话既说了，我若能办到，他也无以反悔。我现在就是差个好主意。杨静南，今日19，是他阿娘的忌日。忌日？他忌日穿这么招摇？他这个人，越是难过，越是荒唐。你怎么知道？啊，对，你是他前大嫂。这犯什么错了？打架，谁赢了？我说过吗？你怎么进来的？
跟长辈吵架，谁赢了？你说呢？哎，你干嘛？这是贡品。贡品怎么了？供给死人是有用吗？反正我阿娘又不供在这儿。我和他一样，讨厌杨家的规矩，败坏杨家的名声。没有啊，这或许有误会。这个爱打没够的东西！今日是我阿娘的忌日，我来给杨老爷送份大礼，请诸位做个见证。杨老爷若再要骂我，便要先看看这头2个字，他做不做得到。杨老爷是要打我吗？今时不同往日了，你若敢动手，便算作是袭击朝廷命官。三郎，你今日如此罔顾礼法，戏弄宗亲，嘲讽雅言，你还有没有点为子为直的规矩？五爷，你最懂规矩了，你来说说，这公比私大呀，还是私比公大呀？皇命和家规，到底哪个大？这自然是皇命大。那这杨家的家规是？见过杨警官。他为什么讨厌杨家呀？想知道啊？以后我免不了与警官纠葛，知己知彼才好。说说呗。那你先说说，我这新酿的酒怎么样？啊？我这喝的有点快，没来得及细品，我再品品。香。他阿娘是他阿爷最爱的女人，但是出身寒微，加上杨家当年生意惨淡，他阿爷便被宗亲逼着娶了大户人家的女子做夫人。他阿娘苦等5年，才被杨家抬着进门，做了妾。你走开！我不要你伤我阿娘。三郎，你阿爷可是连夜赶回来的。连夜赶回来？10日前你便收下阿娘命危的消息，今日才赶回来，因为你要谈生意，你要做买卖。我阿娘跟那些地下从来都不值一提。放肆！杨家生意乃是大事，自然大无私情。你身为杨家子嗣，理应明白其中道理。宗亲的利益便是大事，我娘的命便是小事吗？如此逆子啊！家主，你还要姑息吗？来人，把这个逆子送到族中教养。放开我，我不走！你放开我！放开他！出来！出来！武义长辈，出言不逊。
认错。不认，认不认？认不认？认不认？认错。班长。你阿娘要是知道你回来，一定很高兴。她当年如果能见到你，也一定会很高兴。你阿娘走后，我对你的管教确实是严厉了一些。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你还记恨？不愿听过去，那咱说说现在。警官是个不同寻常的职位，你要小心。不劳你费心，我不会牵连到杨家，还望杨家也别拖累我。这就是你这次大张旗鼓回来的目的吗？你急于跟杨家撇清关系，到底要做什么？我不记恨你，就只是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瓜葛。原来是因为这样，难怪他那么讨厌与我谈交易。他不是讨厌你，是讨厌杨家。谁不讨厌杨家？我凭什么守你杨家的规矩？芝姐了不起啊，我还会酿酒呢。人可以不穿锦衣，但绝对不可以不喝酒。让我品酒倒把自己灌醉了。就不该跟你聊杨家的。你干嘛去啊？不许走！我去给你做醒酒汤。哎，我不喝，我没事儿。你等我等。没事儿。你别喝啦。莹莹，阿兄，季家大佬你来了。陆掌柜。阿兄你怎么来了？阿兄来接你回家。正好，来，坐来喝点儿。阿兄，你去帮阿玉熬一碗醒酒汤，我得把她哄睡着了才能走。好。莹莹，你说我这醒酒叫什么名字？叫琥珀光，怎么样？天下第一杯。天下第一杯，这个名字我可不敢吹。杨警官，酒馆打烊了，不如改日再来。门没关，人还在。怎么，你们可以在这儿买醉，唯独本官不可以？我们是在照顾醉酒之人。谁醉了？我没醉。没有。坐都坐，我去给你们拿酒。玉掌柜，玉掌柜，季家大郎，你喝多了。你兄长他没喝酒，他就醉了。你们等我啊，我去给你拿酒，等我。本官今夜心情不好，不如这样，咱们就当不认识，不计前尘，萍水相逢。坐下陪我喝上一杯可好？好。那杨警官，顺便莽撞，怎敢与杨警官共饮，还请见谅。抱歉啊，我在外面惯了，忘记了这城里的规矩了。那这样吧，
我拿些酒就走。走什么走呀？你要上哪儿去？她一个云烟未嫁的小娘子，确实不适合与你深夜独酌。但是我可以呀，谁还不是个江湖人呢？喝不喝？走。喝你的江湖酒。来啊！阿姐可还记得当年在祠堂罚跪？不想记得。最好忘了。这么好喝的酒还堵不上你的嘴。阿兄，我羡慕他们。莹莹，我知道我是女子，我活在宜州城，我要讲道理、守规矩，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。慢着点儿。但这么喝下去也不行。还能不能喝了？真开心。来，2壶酒，2壶汤，不许闻，不许碰，拿到哪壶是哪壶，全凭运气。你们敢不敢赌？姜放多了，盐放少了。我下次注意。哎，你们做什么？谁说我们只喝1壶了？人心的贪婪是无限的。怎么还是刑警堂？店家的智慧也是无限的，不然怎么能保证你们一定喝到汤？洞察人心，故弄玄虚。奸商，故弄玄虚，洞察人心。阿兄，我想到把贝斯卖出去的法子了。三哥，我不行了。赵家的那个费斯也太废了，而且还冷个多。三哥，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个眼皮是不是已经搭住了？你看看。我帮你看一下啊。你赶紧清醒一下吧，本来也没有多少了，把这些弄完了的话，我们就剩一点儿了嘛。我真的不需要人打伞，别在这挡我光好不好？我说这边就完了。张去死！你别碰我的丝，离他远点儿。剪。爹，这个修好了。哇，不愧是平儿，修得又快又好。不愧是季郎君呐，疏密得意，平整光滑，好景啊！这个月月钱，我多余你10钱。谢过王掌柜。不是，你这织的什么样子？你让我怎么卖呀？这你坐的离季郎君那么近，便不能向他好好的学习学习吗？掌柜的，我跟你说哈，你们几个，上次单子就耽误了进度，约钱，每个人罚2钱。咱们警坊向来都是赏罚分明，能者多得。若是你们知意精进，工钱少不了给你们。季郎君果然织得好啊！我们是应该好好向季郎君学学。对，待我织完这些，便交诸位。正义显摆！你没来之前，掌柜的也没嫌我织的糙。
阿姨，我是不是没有知情天赋？天赋这东西，你阿爷我也没有，但阿爷靠的就4个字：勤能补拙。只要你用心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就一定能做成，还能做好。七转，都干什么呢？啊，都干什么呢？都干什么呢？都干什么呢？啊，在寻衅滋事，便不要到我王家来做工了。去，回去都干活去。真是的，放了你们了。哎呦！哎，金郎君，来！哎呦，金郎君，你没事吧？喂，王掌柜，这台织机可否卖给我？他说阿爷当年用过的，我都想留份念想。这机子虽然是坏了，但是也不便宜啊。我定会凑足银钱，恳请王掌柜成全。慢一点，别摔喽！杨警官怎么还没来？马上就到祭祀的时辰了，过了时辰可是大忌。他要么有晚来的用意，要么有晚来的借口。你好像很了解他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哎，臧14郎呢？我让他去顾抬生意的梅子了，大家各司其职，他总得做点什么。照了就干什么？他在看你。并论，斗锦会上，大郎斗锦，3郎平锦，这1周锦业，杨家一枝独秀。这大郎的锦王，靠的是蜀锦人家的认可；3郎的锦官，那是朝廷的任命。我们杨家能有今日，多谢各位的提携和朝堂的公正，所以不管是大郎还是3郎，自会以理服人，公正无私。您说呢？自然，孰是孰非，大家看得清清楚楚。如果你2位有这个闲情逸致的话，就赶紧派个人去找找吧。眼看着祭祀的时辰就要到了，要是把雷祖给惹怒了，谁都不会有好福气的。警官到！上投降这番大事，为何要迟来？若误了时辰，乃是对雷祖的大不敬。你们杨家人就是这么对本警官说话的吗？是我对雷祖娘娘不敬啊，还是你对本官不敬？吉时到，恭送指使者捧盆捧金，警官警王换手尽心。
姐姐，这是别人让我给你的。哦，谢谢。